要不要见个面？很多粉丝说想看无限和忘机相处。见面这件事，蓝湛已经想了很久了，只是他到底是忐忑的，如果魏婴见面知道了自己是蓝湛，他会有什么反应？但不见面，他似乎又总有些奇怪的情绪作祟。至于后半句，也完全是说得通的理由，在两人微博号下豪着要两只猫猫见面的评论只多不少，蓝湛在这里也乐得拿无限当这个借口。但要不要发出去，他筹谋了好些时日，加之最近魏婴的态度又忽近忽远的，着实让他有些费解。那些话可是他先说的，这个人又要说话不作数吗？蓝湛心里像有只小爪子在不停地挠，痒痒的，缓解不了，不疼，但有点难受。于是他犹豫着打下这段话，打完后来回反复地看了几遍，没有明显的感情表露，但他又开始犹豫到底要不要发出去。这是一场豪赌，赌魏婴的态度。蓝湛将手按到回车键上，犹豫着，又收回了手。他赌不起。什么？温宁，你已经到我家门口了，要不要这么绝？魏婴接起电话就开始大喊大叫，好吧好吧，我先开门。魏婴抱起正一脸严肃的看他打电话的忘机，就是一通揉，然后苦恼的说道，催稿的来了，上门催稿啊，万恶的资本阶级，就知道剥削我们这种好公民。忘机，你好公民 ？Excuse me？ 魏婴10万个不情愿的放下猫，这才去开了门。门口正站着个清秀高瘦的青年，稍显局促的低着头。见门开了，看清了开门的人，便叫道，魏老师。魏婴一听这个叫法，先自个儿起了身鸡皮疙瘩，回道，温宁，我不是说了你别这么叫吗？叫我魏婴就行了，这么叫我瘆得慌，先进门进门。温宁讷讷的点点头，进了屋，动作轻柔地带上了门。他一进屋就觉得有道不善的目光定定地落在他身上，温宁顺着感觉望过去，是只猫。魏婴家里养了一只叫做忘机的颜值极高的布偶猫，这温宁是知道的，毕竟魏老师在微博上那叫个3天1小 po 5天1大 po， 但怎么没有人告诉他，忘机这么凶的呀？忘机看温宁的眼神真的非常凶，宇宙最凶。温宁有点慌张，他站在门边，看眼房间又看眼自己的鞋，问道，魏老，魏哥，我要不要换鞋？温宁小魏婴个1、2岁，被拒绝称呼魏老师后只好改叫魏哥，但还是总改不过来。魏婴随意地挥了挥手，道，我哪有那么多讲究，温宁你不用这么拘谨，都这么熟了。温宁又点点头，发现魏婴看不到，又应了声好，然后他想起此行的目的，对魏婴道，那，魏哥，我姐让我今天过来看看陈情的进度。魏婴心道就知道逃不了这一劫，答道，我修文已经修得差不多了，番外还得再等一等。可是我来之前，姐姐跟我说了，魏哥你的番外这几天就得交。温宁认真地说，我这几天尽量，要不就先把陈情修后的文档发给你姐。温情这个狠心的女人，魏婴心道，但让温宁来催稿还是太温和了点吧。温宁闻言也只能先点头，道，好，那您把文件调一下。魏婴听见您又先抖了3抖，头也不回道，就在桌面，你自己找吧。电脑没关，我只把屏幕按了。温宁看了一眼魏婴，就知道他为什么不自己来了。白色的布偶猫正被抱在怀里，刚才的宇宙最凶呢？这个一脸严肃的在魏婴怀里蹭蹭的，和刚才那个不是一只猫吧？温宁沉默着去打开电脑显示屏，温宁视线在桌面迅速的扫过，很快就找到了陈情的文档，但还没等他点开文档，一个对话窗口跳了出来。温宁尚未看清对话内容，他看见聊天对象后就惊讶地叫出了声来，这不是蓝老师吗？抱着忘机的魏婴听见这个称呼全身都炸了起来，蓝老师。温宁一脸茫然，又看了一眼屏幕，确定自己没有认错，就是韩光君呐。魏婴刚才就一蹦3丈高地冲了起来，这会儿已经到了电脑边。他瞪大了眼睛，问温宁，你刚才叫他蓝老师，是怎么回事？温宁更茫然了，呆呆地答道，就是韩光君本名啊，姐姐负责的文档里，我有看见过的，而且姑苏蓝氏工作室本来就是蓝家呀。魏莹一时脑袋里像是被打翻了调色盘，
乱七八糟又色彩纷呈，竟说不出话来。他艰难地让自己语气尽量正常地说出下面的话：韩光君，姓蓝，是不是单名一个战字？看到温宁依旧茫然地认真点了点头后，魏婴的大脑卡机了。我靠，蓝湛！魏婴脑子里闪过4个大字，然后被一句话刷屏：韩光君就是蓝湛，蓝湛就是韩光君，这特么是一个人呐！宕机的魏婴动作僵硬地把头转向屏幕，去看韩光君刚才发了什么过来，然后就彻底死机了。要不要见个面？很多粉丝说想看无限和忘机相处。蓝湛此时正盯着面前一脸无辜的黑色美短。无限，蓝湛脸有点黑。喵。无限睁着大大的眼睛和他对视，还歪了歪头，一派的天真无辜。但显然无限并不是什么都没干。就在不到1分钟前，突然冒出来的黑球球扑上了蓝湛的手，友好的帮他按下了回车键。蓝湛，现在撤回还来不来得及？但好像他也不那么想撤回。然后蓝湛黑着脸把无限抱到了怀里，开始给他撸毛毛。无限还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大事，只是觉得被蓝湛抱得很舒服，于是在他怀里开始给自己舔毛毛，然后舔到了蓝湛的手。蓝湛突然觉得有点好笑的轻轻叹了口气，算了，就当是很像魏婴的无限帮他做出了决定吧。魏婴宕机了好久，才好歹重启过来。温宁在旁边战战兢兢了好久，生怕是自己哪句话说的不对了，才弄得魏婴这个模样。魏婴转头看向正担惊受怕着的温宁，努力让自己正常的笑了一下，道：温宁，陈情的番外我会尽快交给晴姐的，我现在有点事，你要不就先回去吧。温宁忙不迭的点头，往外面走，走到门口还是没忍住回头看了魏婴一眼。魏婴正呆站在电脑前一动不动，只是盯着屏幕上那几行字看，恨不得盯出个洞来。忘机早就跟了过来，这会儿正端方地正坐在魏婴的脚边，神情严肃地看着这个突然不动的魏婴。素来嘻嘻哈哈没心没肺的魏婴，从刚才说出那个名字之后，就一直是这个魂不守舍的模样。温宁在心里再三确定了自己绝对没有看错、记错、答错，10万个摸不着头脑的出了房间，轻轻地带上了门。魏婴站了好半晌，终于还是大声骂出来：我靠！然后眼神一扫，正好扫到脚边的忘机，他一把把白色的布偶抱起来，开始用脸使劲蹭忘机柔软的皮毛。韩光君就是蓝湛，忘机我靠，这2个是一个人呐！蓝湛这家伙，忘机表面很雅正，内心很懵逼。魏婴整个人都沉浸在久旱逢甘霖、他乡遇故知一般的喜悦里。他暗恋的人和他如今有好感的人是同一个人。他以为是沧海和又逢的水，是巫山和又遇的云，现在才发现原来一直是他。山川是他，江海是他，星辰也是他。